北京的中央军委在地保中也在进行类似的会议，说主席同志，入侵的部队指挥官已阵亡，政委报告物资短缺，士气低落。战区指挥官说，瞧，唯一稳定局势的办法就是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他们做什么决策？美国不应该在台海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率先使用核武器将带来不可预测和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战场上的失败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巨大威胁，从而推动领导层做出核武器使用的最终决策。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我们上一期节目讲了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欧美的顶级军事和国家安全的智库呢，都在做一些针对中国和台海军事危机的一些研究报告。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越来越关注来自中国的这种核现代化和因此产生的所谓核威胁。我上一集也露了个头，就是说最近其实就是上周，美国最大的智库之一就是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S， 它总部在华盛顿，然后他们联合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战争游戏实验室，还有海军学院，做了一次基本上算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这种 war game 战争游戏。其实战争游戏是一个一直有的一种研究和兵家推算的方法。他们这次推演的核心问题很重要，是假设如果在2028年台湾海峡会发生军事冲突，那么中国和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它这个假设的界定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普通人很远，但其实是非常现实。尤其是现在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还有美国不断强调所谓的这个戴维森窗口期，一会儿我会细讲这种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一般说来，兵棋推演英文叫 war game， 也可以翻译成战争游戏。它呢怎么做呢？是邀请一些军事官员、政府官员这些专家分成对立两方，然后通过计算机模型、游戏板和各种讨论和指头推演和理论推演的方式来模拟和测试不同的军事战略和军事的实际执行能力。但是呢，这种传统的推演方法这一次是第一次在美国用来这么大规模的做关于台湾海峡中美核战争的推算。其实这个智库 CSS 一直在预测台海局势。之前呢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也是去年2023年底，他们做了一个关于台海战争的兵棋推演。他们当时的这个推演呢，针对的就是如果2026年中国对台湾发生军事行动，那么在常规战争中，美国和中国会在这个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做哪些动作。然后这些军事和国际政治的专家，包括很多科学家，他们就演示了如果台海战争爆发，有24种可能的情形，然后在这可能的情形中的概率最高的一种是什么情况，然后因此来解释了美国和盟友如果一旦进入战争，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的结果。当时这个报告呢，很多国际媒体都关注了， BBC 华尔街日报就报了好几个月。当时呢很多人还比较沮丧，认为好像最后的结果是也没有分出谁胜谁赢有很多具体。其实要解释的是说呢，这些专家们他们做这样的兵棋推演，虽然有国家的国防部支持，就你看美国其实就是美国国防部，他们也都公开写出来了，但是他们这些科学家也明确说国防部的类似讨论通常都是加密的，而一般公众呢是没办法真正理解和了解国防部的这些军官们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而这些科学家在这种科学的实验室或者这种公开的研究报告里面，他们给的这些兵棋推演，他们从方法设计到情景假设到参与的这些专家和各种算法的结论全都向公众公开。这些所有的结果的公开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就说我们没有故弄玄虚的东西，我们就是想把一切给大家公开，帮助公众，也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都能更好的理解问题，理解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所谓的这个战争危机，然后呢，形成理性的决策。因为军方经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威慑，我们的备战是为了不战。当然这些讨论呢，我相信中文的媒体里头不会专门去讲所以呢，包括我自己个人，虽然我不是军事专家，首先要说，可是不是军事专家就不能分析这些问题了吗？我认为不是的，因为有大量的现在的这种开放的公共的资源、公共的知识，还有这种科学家的理论分享，它其实就是要一起提升公众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对一些问题的了解和开放讨论。好，在我往下走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大声开会员了，而且呢，也跟大家预报一下，就是油管通知我们大声这个平台其实可以做带货了。我一看到这个通知，我有点乐，因为他给推荐了一些我认为还不错的品牌和一些商家供我选择，选择之后呢，可以在我新的节目和以前的节目下面呢添加商品链接，然后呢，如果大家去买了我推荐的这些商品呢，我能得到佣金。说出来这个话我自己都笑，但还挺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我需要去做带货这件事情。但也再次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大声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团队的，而且你们也能知道我们更新的也不快，我们做功课，像我本人又做的特别笨，特别多，所以这个更新时长和我们的节目质量保证了我们有好的东西，可是呢，我们其实运营成本是蛮高的，我一直是有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很多朋友都劝我，让我跟大家说一声，我有经济压力，需要大家支持。可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吆喝着说捐款吧，我觉得每个人挣的钱都不容易。所以呢，昨天这2天，油管通知我带货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哎，如果我要给大家挑一些货，你们要愿意买的话呢，我就能收佣金，这样呢，我也就真的变成了带货，说的我都自己想乐。可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而且也要感谢大家。我们上一期节目出来了，大家都说这个选题是好的，我也这么认为。我真的觉得，在现在聊一些中文媒体里没有专门讲，可是我认为有知识含量的，可以有一些未来的趋势预测的，包括我自己觉得知识长尾比较多的、比较长的东西是我想干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往下走。为什么要专门讲这个 CSIS 这一次的这个报告呢？因为呢，确实是这是第一次美国动用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科学家来做一个关于核战争的兵器推演。刚才我说了，他这次推演的核心问题就是假设2028年台海发生战争，但是他讨论的呢不是中美会不会用核武器，而是研究在什么情况下会让双方的指挥官考虑使用核武器这个选项，还有就是这样一个核武器选项会如何影响台海冲突的发展。而且其实在这个报告之前 CSIS 自己也做了好几个研究，其他的机构也做了好几个研究报告，我都看了，每一个都100多页好几百页英文的，我看了之后呢学到很多。我的一个感触就是现在西方的这种智库研究，他们的研究报告远比媒体的报道深入，而且也有更多的知识，我个人是很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们留言告诉我，我可以尽量去多做一些这样的智库研究报告的分析系列。我们还放在西方媒体看中国，因为智库的研究一般来说是跟公共话题的讨论是相联系的，那公共话题一定会诉诸媒体。可是我做媒体这么多年，我就会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媒体对一些深度问题的研究，它由于这个写稿时间啊、更新时间啊，还有新闻太杂，它没有那么深。而我就想做深的东西。好，那么我们往下说啊，就是这次这群科学家呢做了什么呢？就是他们要研究的是，在一场假设的中国武力攻台行动中，中方会做哪些和核武器相关的决策？美国因此
会在核震慑和核武器升级方面做哪些决策。他们认为中国入侵台湾，他用的是入侵这个词啊，这是这些研究者的用法。这些作者认为中国入侵台湾不是不可避免，但是非常可能，有点绕哈。他们认为有很多情形都是 plausible， 就是有很多情形都是既有可能发生，也可能做到的。有很多原因会让中国决定入侵台湾，比如说中国的国内政治需求，习近平个人的优先事项，习近平一直在说统一台湾是他必须做的事情。还有台湾被认为是一系列的挑衅行为，比如说台湾的几个总统都纷纷表达了一种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这种政治表态，北京就认为这是挑衅。北京还认为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一个中国政策的认知，而且其实美方很多时候表态也已经越来越趋向要承认台湾的这么一个独立国家立场了，甚至台湾那边也有很多分析，是到时间让美国放弃这个一直长期以来的故意的这种模糊态度了。这个呼声台湾也很高，那北京一定听得见。还有比如说因素就是，如果中国对军事平衡有误判，或者是担心未来的这种统一台湾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么多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台海出现武装冲突。那么这些研究者呢，他们还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选择2028年作为时间节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时间段正处在所谓的这个戴维森窗口。这个戴维森窗口是什么呢？我专门解释一下。其实啊，就是前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 Philip Davidson， 他在2021年向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呢，提出了一个预测。他说中国可能在2027年具备对台湾发动军事入侵的能力，并可能采取行动。这个时期被认为呢是中国加速提升针对台湾军事作战能力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些能力包括什么？两栖作战、导弹系统、海空力量，还有网络战各个方面的发展。所以戴维森就说2027年节点呢，他是为了向美方强调这个中国的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在那个时候会达到一个关键点，会具备实际对台动武的能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和他的盟友的高度重视。因此呢，大家都把2027年视为一个战略预警时间，标志着解放军100年建军目标完成，解放军实际具有了攻台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美方也一直强调，最终的这个决策还取决于中国的内部政治啊、台海局势以及美中关系的这种动态变化。但是这些年来，只要在讨论这个台海安全的时候，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会提到这个戴维森窗口，就把这个2027前后看作是美国和其盟友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采取措施的重要时间点。但是他们这个立了这么一个时间点的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或者应对潜在的中国对台行动。这个2028年呢，是美国国防部未来年度国防计划 FYDP 的最后一年。那么这个时间框架的就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它足够长，2028年还有几年嘛，它可以让现有的军事计划逐步成熟并落实政策变更。第二方面就是它又不会太远，太远了就觉得没有紧迫性了，因此来避免呢美中双方的军事能力变得过于难以预测。所以这一次 CSS 的这个兵棋推演呢，集中研究的就是在这个2028年的时间框架下，关于台海冲突场景下核升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就是哪些因素会带来最强的核武器被首次使用的压力。第二个就是如果核武器被使用将会发生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 CSS 因为他们
2023年专门做了一个台海常规军事战争的这么一个推演，就叫做台湾作战兵器推演，叫 TOW。所以呢，他们是基于这个 TOW 呢，又专门适配了核武器场景，又进行了15次的推演。这些推演呢，在哪里进行？华盛顿的这个 CSS 的办公室，还有麻省理工的学院的这个办公室，还有罗德岛、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还有加州的蒙特雷的海军研究院举行。其中的2个推演呢，是在 MIT 的很有名的一个会议室，叫什么？叫恩迪科特会议中心。这个地方呢，上世纪50和60年代呢，美国军方最著名的核战略专家托马斯·谢林这些人，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做过这个 POLEX 的核兵器推演。所以呢，这次这个 CSS 这些研究者还专门强调了这个地方，还摆了2张对比的照片，来意味着此次做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而且还专门强调了能够看出来核武器所带来的挑战，这么多年一直阴魂不散，困扰着世界。当然，这个 TOW 呢，因为它针对的是常规战争嘛，所以呢，这一次专门针对的这个核武器适配中呢，研究团队将作战部署和关键的常规武器的这个库存量都更新到去预估了2028年的数据。他们还开发了核武器库存的预估数据，还基于前一个项目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呢，优化了一些游戏的机制，简化了常规作战的计算方法，同时又加入了核武器效果的模拟，还加上了政治谈判和战备姿态变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相关模块。所以能看出来，它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它是有大量的现有的算法和数据进去来做的一种假设，先设计一些场景，又设计具体的变量，又考虑的双方的这种武力储备，各种决策的可能性，决策的层级，然后他们还做了15次推演。那么所有的这15次推演的基本假设呢，都来自于原来的已经有过的这些兵器推演。这些假设我说一下，很有意思，都很细节。他们的一些假设列在那儿，包括他们认为中国会提前30天做军事动员，就如果要有冲突，这个冲突要是以冲着核武器的使用去的话，他们必须要提前30天动员，而美方要在15天之后才做出反应。日方呢，日本因为上一次的这2023年的这个常规战争里就有一个假设项，就是美中日都会有所动作，但是日方呢是如果在未被攻击的情况下，它会保持中立，但是它会允许美国使用驻日基地，而其他的敌对国家呢就也不会趁机发动进攻，这都是它的假设项，它假设项不变。这假设项非常重要，因为可以让我们想到，如果真要发生战争，所谓的各方他们当时会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美方还专门说一个假设项，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呢是在刻意保持一种战略模糊性，就不愿意让外面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所以在入台之前，他不会提升自己的核武器态势。同样，美国也不会在核武器姿态上采取行动，以避免和加剧危机。往回闪回一次，其实也有观众给我留言说，你不知道吗？其实美国、俄国都在不同的时间试图提升过核武器姿态，甚至要有一些核武器的动作要攻打中国。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没什么太多的历史依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古巴的核危机，当时所有的后面的公布的历史资料都证明了，差一点儿古巴苏联可能就要在古巴动核武器了，这个是有的。所以所谓的就是说避免在核武器姿态上采取行动来加剧危机，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游戏的玩家就是 player 就参与这个 war game 的各方呢，被分成3支队伍，美国、日本、中国。为了简化操作和加快游戏的节奏呢，美国队还在这个具体的操作中呢，是控制了台湾的部队。这个地方给大家加一个小细节，我上次去台湾的时候呢，台湾的媒体朋友也跟我讲过，其实现在在台湾做军备
和这个军事策略的这些团队跟美方的沟通是非常的紧密的，美方也非常的采取了一些就是主导姿态，所以现在在美方的你看这个战争路演下面，他们给的游戏设计也是美方控制着台湾的军队，所以美方的假设就是，如果中国入台，美方是一定参与的，是采取绝对的参与性态势的。这个游戏参与者他们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些呢？都是具体在如果中美开战会执行军事任务的人，比如说美国呢就是印太司令部的指挥官，中国呢就是东部战区的指挥官，日本呢就是联合部队的指挥官。过去这几年，其实包括我的节目里也说了，关于台海的一些军事的情报和一些行动的发布，确实也是由这几个战区指挥官来公布的。我们就经常看到中国东部战区指挥官那个发言人经常又宣布我们要做围岛军事路演了，我节目以前都说过的。好，那么每个国家的作战力量假设呢是在原有平时部队的基础上，还有其他战区的增援部队抵达，这些情景都在里面包括了。这个游戏有85名参与者，来自政府机构、智库、学术界和军事领域，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日本队的参与者呢，至少具备一定的日本的国家安全政策背景，但大多数人呢都有具体的经验，不是简单的就是这个纸上谈兵的。中国队的就是游戏玩家的中国队成员肯定不能来自中国了，所以呢，中国队的成员是包括了美方的一些中国事务专家，也还有他的军方的这些自己做路演的人嘛。此外，为了确保这个核战略问题的现实性呢，还有很多核战略专家参与。绝大多数参与者呢只参演一次路演，只有一个人例外。大约1/3的参与者呢都是非常资深的，所谓是 seniors，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层级里面都是属于资深高级将领，具有政府经验的高级学者，或者曾经担任过就是助理国防部长级别以上的前政府官员，这就确保了每个队伍都至少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反正就是玩的挺真的哈。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呢都被告知要尽最大的努力进行这次推演，因此他们所做的决策呢，代表的是自己个人的专业判断，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者其他任何的官方计划。但由于参与者都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丰富的经验，所以这些游戏所展示的行动路径呢是高度可信的。也就是说，真要是打起仗来，专业水平也就是这个水平，当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游戏团队完全控制了包括海军、空军、地面部队在内的常规力量，以及网络、太空和反太空能力。每个回合呀，每一次回合它在理论上代表3天半的时间。然后这个导弹袭击空军基地和反潜行动这些战术呢，也将通过概率表进行裁决。这些概率表呢，是来自这种运筹学的计算。每个队伍都无法直接决定核武器的态势、核武器使用的或者这个政治停火的这些因素，因为这些决定在现实中其实肯定是来自中美两国的国家最高指挥机关。就是 NCA， 他们叫做 National Control Authority， 那在美国肯定就是国防部或者总统的最高决策者了，那中国这边肯定就是核心，对吧？然而呢，因为这些专家们他们刚才具备的这些能力，他们是可以基于军事效用和对方的可能性反应，比如说对方做出来的核反应，而向各自的国家的这种最高指挥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玩家被要求在尽量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呢，实现作战目标。但如果没办法实现目标的呢，他们就会面临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具体后果，这些都提前告知了。游戏的控制团队，就是控制游戏的这几个人，最高级别的这几个人呢，他们也扮演了中美的最高指挥官核心，两边的核心。所以呢，最终的裁决关于所有的核武器态势的变更、核武器的使用请求以及最后谈判停火的决策呢，都是他们来做出的。而且为了尽可能多的探索核升级和核武器操作的情景，其实这些控制团队呢，
批准了所有的核武器请求。就是说在这15次推演里面，如果在某一个情景下某一个队伍要求我不行，我这个时候要使用核武器了，最终这个扮演最高指挥官的这个人都 say 了 yes， 没有说 no。 但这个事先玩家是不知道这个点的，就是大家想在指头把核武器的实际效果推到最大。这一次项目为了试验这个实际效果，他们也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用的是美国国防部的那一个叫 MINES， 是核事件任务影响软件，用了这个工具。这个 MINES 数据呢，没办法获得或者不能适用的情况下呢，团队就用了公开的工具，比如说这个 Nuke Map 和核武器模拟器。针对海上目标的攻击，这一次的这个路演啊，还开发了专门的模型来分析海上目标的移动和击杀串链的整个移动过程。裁决的规则呢，也使用了美国这国防部的这个 MINES 的算法，用于评估核攻击港口、空军基地和前线部队的影响，以及对城市和核力量进行战略打击的后果。最终结果呢，是通过平民伤亡和作战目标的毁伤程度体现出来的。他们还考量的这些因素有跟战争结束相关的政策与军事这种最后的决策。为了避免每一次推演都因为没有停火选项而演变成全面的核战争呢，每个回合结束的时候，其实各队都可以向对方发送停火提案。我对这个停火提案非常感兴趣，因为最近这个俄乌战争就是不打了，谈怎么谈，最终的提案很重要。所以在这次中美的这个兵棋路演里面呢，提出了下面4个条件之一，而各队也可以根据情况呢修改条件。哪4个条件？第一就是中国解放军投降，解放军登陆的部队投降并成为战俘。2呢，就是解放军分阶段撤退，台湾和美国允许解放军部队撤退台湾，并分阶段释放所有中国战俘。第3个选项，中共占据了部分的台湾，所有部队保持当前阵地，允许双方进行补给，形成一个由中国控制的台湾区域。第4个选项就是美军彻底撤离，美军同意从台湾周边撤离，为中共在岛上的主导权铺平道路。第2个和第3个条件在实际上保留了面子成分。这个分阶段撤退虽然标志着中共行动的失败，但可以让中共声称达到了某种胜利。而中共占据部分台湾的提议呢，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局部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局面的这种局部胜利可能会扩大到整个台湾。另一方面呢，美国可能在冲突之后调整它对华和对台的政策，甚至在台湾部署部队。所有这些建议的假设呢，都是基于认为后面会有后续谈判，但这些谈判并未包含在这个兵棋推演中。而且这个游戏呢，是告知这几个玩家是一直进行、持续进行，直到各方达成协议或者核武器的使用导致全面核战争爆发为止。在15次推演中啊，这个研究项目它一直沿着2个维度对情景做了一些调整。维度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是美国自己的交战规则，一个就是中国的核能力的发展。这2个因素呢，被认为会对核升级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在真正的军事冲突中呢，其实又超过了军事指挥官能够直接控制的范围。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因此这2个因素呢，是用来被建构情景。所谓情景英文就是 scenario，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会怎么打，在那个环境下会怎么打。这些美国的这些研究者啊，他们是根据之前的文献研究和以往的兵棋推演，将美国的交战规则分成3种水平，然后用实验来探索对中国本土实施这种常规军事打击的影响和由此带来的核升级的危险。哪3种情况呢？第一种情况就是美国的
国家军事总指挥官不允许美军对中国本土进行任何常规打击。这就限制了美国遏制中国入侵台湾的军事选择，但同时避免了因打击中国的本土大陆而引发的各种升级，以及因为误打中国的核力量设施而导致的非预期的全面的这个核武器升级。这都是美方的思维啊。第二种情况就是美方的军事总指挥官允许美军打击明确没有核武器性质的中国本土目标，例如打装载两栖登陆舰的中国港口。那这个在军事上呢，其实给美国带来了优势，但也带来了中国可能在被打击之后选择升级的风险。不过这种情况同样避免了非预期的核战争的升级。第三种情况，美军在想的是，最终美军可以对中国本土的任何目标实现打击，即便这些目标可能影响中国的双重用途系统。也就是说，这种打击就是它可能打到了常规武器，也打到了核设施，然后呢也打击了核早期预警和指挥控制设施。这在作战上就为美军提供了最大的优势，但同时增强了中国核反击的风险，包括这个美国打击中国本土之后，中国自己的这种军事反击，还有因为误打中了核设施导致的各种非预期的核武器升级。这是一条线，就是如果美国是这三种选项，可能造成中国哪几种选项，这是纵线。横线是什么？在中国的核能力的发展方面，这种项目呢，这个研究设计了两个可能性。核能力中国这么多年呢，有两个模式，一个叫确保报复模式，就是当被打击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反击哈。另一种就是低当量核武器的启动模式。那么在确保报复的模式中呢，中国呢一直是传统上就是讲确保报复的核姿态。什么意思？就是通过升级早期的预警系统，通过减少导弹上多弹头分布的数量，将更多的核弹头分散到更多的导弹上。那么中国其实可以很大的程度上提高它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安全性。但在这个模式下呢，中国没有部署低当量核武器。那么在低当量核武器启动的模式中呢，中国的核姿态就有变化了，就变得更加类似美国，就部署了低当量的核武器。虽然中国仍然保留了二次的核打击能力，但这个能力就比确保报复的态势呢，就显得更脆弱，就没有那么安全。再说一下这个项目中间有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像我们这种军事上不是专家，但是有喜欢琢磨的人就肯定喜欢听这个。比如说他们规定的这种核攻击目标的分类，核打击目标呢，这次的兵演呢是确定了有战术目标，比如说像前线的部队、指挥中心、港口和军事基地；战略目标就是城市和与对方的核力量部署相关的点；海上目标就比如说正在移动的舰队和潜艇；核武器效果评估他们怎么做的呢？是通过这个 MINES 工具和其他的公开资源，他们计算了核打击对平民伤亡、军事目标破坏以及所有后续行动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对军事基地的打击通常会导致短期作战能力的削弱，对城市的打击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但也可能引发政治和舆论的强烈反弹。对海上目标的打击就要考虑舰队的移动和反制措施，还要计算击中的概率和实际损失。而且他们还专门研究了中国核武器部署的这种动态变化。他们认为呢，如果真正开打的时候，实际的情况肯定是大部分中国的核武器力量都处于一个非就绪的状态，但是随着它这个游戏推演的这个推进，中国部队可能逐步会将弹头和
这个导弹运送到前线并完成装配。那这个过程呢，往往被美方和盟军视为是危险升级，从而促使美方和盟军做出相应的反制措施。当然，最终打仗是最后要停战嘛。那么政治决策和战争的终结这部分呢，游戏团队怎么做的呢？控制团队里面，因为有人专门扮演中美最高军事指挥官嘛，这些人呢，他们负责裁定各队提出的核武器使用的请求，并决定是否最后接受停火协议。在每一个回合里呢，团队还可以通过政治谈判模块提出条件，试图为冲突寻找政治解决的路径。因为我最初说了，这个兵棋推演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核武器最终使用压力最大。那15次推演最后的结果显示，以下这些因素会变成核升级的关键出发点。一、战场失败的压力。当一方的常规战术失败，前线部队面临崩溃的时候，核武器往往被视为最后的军事选项。二、对手的核威慑升级。比如中国在核态势上的动态部署被美方认为即将动用核武器的信号，从而让美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三、战略目标的丧失。如果关键的军事基地、港口或指挥中心被摧毁的时候，各方都可能考虑使用核武器来进行反制。四、政治压力和国内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战场上的失败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巨大威胁，从而推动领导层做出核武器使用的最终决策。四、核武器的使用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就是这个推演结果显示，一旦核武器被使用，双方之间的核报复循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最初的打击仅仅只限于是战术核武器，但随后冲突升级呢，一定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核打击，最终演变成全面的核战争。做了这么多推演的结果，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核武器的首次使用通常源于战场失败的压力和对对方核威慑动态变化感到不安的压力。这个非常说得通啊，就是赌嘛，他们这个报告里最后用的都是这个词，是赌。在台海冲突中呢，核武器使用的风险是极高的，尤其在一方面临军事和政治失败的双重压力的时候。而美国的多样化的核武器体系又提供了一种更强的灵活性和优势，也美方自己建议美国军方一定要谨慎管理，不要出现非预期的核升级。而且这些专家们也警告，最终的结论是中国的核战略呢正在演变，尤其是在低当量核武器部署方面，这可能会对未来的核威慑和核使用的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所以要严密关注。那么大家建议呢，冲突的政治解决路径是非常重要的，就政治解决还是比军事解决重要。但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呢，各方的军事决策往往加剧了核升级的危险，使停火和谈判都变得很困难。那么如果核威慑失败，应该如何准备呢？就是虽然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威慑来防止冲突，但并不能排除威慑失败的可能性。所以研究者们还提出了5项行动建议，希望呢能够帮助美国在涉及核武器冲突中间呢实现一些有利的效果，并减少冲突的长度和严重性。哪几个行动建议？一、针对中国的作战目标制定的时候呢，要制定核分支计划，就是美国不应该在台海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率先使用核武器将带来不可预测和灾难性后果。所以你看，美国军方的这些研究者们在建议美国一定不要在台海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率先使用核武器就带来的各种不可预测和灾难性后果没法控制。而且这些军方专家呢，反而建议说，其实你们要想，美国和盟国的常规军事打击能力就足够强了，是强于中国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就是战线拉长的话，是更有很大可能取得完全胜利的。
可是如果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呢，美国决定用核反击、核回应的话，那么对中国的作战部队的部分有限核打击，他们认为是最好选择。第二种他们觉得不建议的是这种削弱性的反核打击。如果打击中国的核武器设施会导致中国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也是不可靠的。第三种他们认为不应该使用的是这种高空电磁脉冲攻击，就是这个 HEMP。 他们认为这种攻击很多人在讨论，可是其实的实际效果很有限，对战争结果的影响不大。因此呢，最佳的核打击选项他们也给了建议，说如果中国的2栖舰队没有被摧毁的话，美国应该是对集结在台湾沿海的两栖舰队进行核打击。这不仅能展示美国的决心，安抚盟友，还能重创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呢，将这种连带损害降到最低。而如果中国的两栖舰队已经被常规力量摧毁，那么对中国已经部署的地面部队，比如说滩头堡，就实现核打击的话，也可以彻底终结中国的地面作战行动。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日本军队的态势呢，有时会反转，甚至会表示，如果华盛顿没办法找到解决冲突的下台阶的方案，他们将撤销对美国军事军队的使用权。所以针对日本的这个态度呢，这些专家们就建议说，美国要与日本共同分析台海冲突中核升级的风险，并讨论可能的联合行动方案。这是第二个针对日本的大的行动建议哈。第三个大的行动建议就是这条很重要，媒体最近 pick up 的就是点的都是这个，就是不要为与中国开展冲突而进行额外的核武器开发。因为美国的鹰派现在已经有一些讨论了，美国要进行大规模的核武器升级，甚至军备来应对跟中国有可能产生的冲突。所以他们第三条行动建议就是不需要，说美国现有的核现代化计划已经足够应对台海冲突。兵棋推演显示，这结果能看出来，美国团队并没有因投送能力受到任何限制，也没有因此感到困扰。美国的核潜艇和空中发射武器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打击中国战区目标的需求。第四条行动建议，就他们认为随着时间推演，尤其这个时间的调整，核武器也应该随之调整库存，从重力炸弹向空射巡航导弹过渡。除了在极端反核打击场景中使用了 B-2 轰炸机之外，其他的美国团队都选择使用了远程巡航导弹，而不是重力炸弹。第五条建议是政策外交建议，说美国应该推动和中国进行实质性的核武器对话，要建立一些共识，讨论一下，如果两边都在进行核升级和核威慑，大家到底要怎么看怎么想，桌子上的谈判还是要谈。说因为中国的学界对自身管理核升级的能力过于自信，这种自信是错误的，美国人说。所以呢，美中呢要建立一种共同的对核威慑语言和对核升级风险的共识。对于避免冲突升级，这一点很重要，你们理论不要过于自信。其实我看到这点建议的时候，我有点笑。我其实好奇的是，美国研究中国的核实力研究的这么认真，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都是中国的公开资料、官方的宣传、军方的宣传、军方的各种这种阅兵啊、亮肌肉啊，对吧 ？CCTV 的一些宣传啊。那么学界又对中国的核能力如此自信，这种自信会不会导致中国也很自信，美国过度评估了中国的实力？而所以让美国人说出这个话来，我们要讨论问题，我们要讨论，大家不要进行军备竞赛，然后冲突升级，我觉得挺好玩的。
者还给了很多更可以具体落实的方案，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中国呢，最后在冲突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一定要下台阶的，美国人要给中国准备下台阶的方案，所以就在台湾的冲突场景中，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公诸一致使用核武器的。那最大的风险呢，其实是来自于他赌一把，他认为他赌一下使用核武器能扭转局势，所以美国的决策规划者呢，应该事先研究和准备给中国下台阶的方案。尤其在这种核冲突的情景下呢，这种不要指望一些彻底胜利，比如说中国出现政权更迭，可以限制中国的军备，要求中国进行战争补偿。或者呢，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声索，这些军方研究者认为，这些所谓的彻底胜利呢，是没办法实现的。尤其你们面对的是对方已经要求实现使用核了，所以在这个报告里呢，他们还引了一段话，就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经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自己总结的那样，就说我们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能羞辱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个避免灾难的出路。而最近呢，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些研究呢，也提出来了类似的结论，就是说中国如果在台海出现这样的最后赌一把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愿意接受一个有面子的解决方案，来避免核武器的使用。不过，即使是面子上的下台阶方案，也需要做出一定的实质性的让步。美国和他的盟友是不会愿意在中国发动了一场针对民主邻国的侵略战争之后，对中国进行太多让步的。但是如果等到战争爆发、情绪高涨的时候才去考虑这些方案的话，理智分析就会很可能被情绪淹没。此外，这种核事件的发展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留给谈判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研究者们说，咱们来设想一些这样的场景：台海冲突爆发2周以后，白宫召开高级级别会议，印太指挥部指挥官通过视频汇报，总统先生，我们已经有1万士兵伤亡，损失了25%的空军力量和2达24艘军船舰，其中呢包括2艘航母。台湾正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日本盟友也遇到了中国导弹的严重打击。然而，我们评估中国在台湾的部队呢已经断供，并开始向台湾守军投降。而与此同时呢，北京的中央军委在地保中也在进行类似的会议，说主席同志，入侵的部队指挥官已阵亡，政委报告物资短缺，士气低落。战区指挥官说，瞧，能够唯一稳定局势的办法就是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他们做什么决策？这些分析者就说，所以他们说，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推到这样的场面下。美国应该提前研究，在这样的局面下，什么样的信息和条件能够有效地终止冲突，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又不会诱使中国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给了建议说，比如一些消息可能加剧核升级的分析，说主席，我们什么也没听到，但美国国会刚刚投票承认台湾独立。而另一些消息就可能降低风险。主席先生，我们通过印度大使接到消息，台湾和美国愿意停火，允许解放军撤退，并释放所有战俘。这些军事专家给了非常详细的各种的场景推演，这也是我为什么读这个报告读得很开心。我读起来觉得收获很多。如果这期节目做的有点长呢，也是我的本意，因为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是聊新闻、聊时事，还是聊一些共同关心的大事的时候，要学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而且战争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那么在备战和核威胁和所有的这些武力震慑的高声吆喝中，能不能有一些冷静的声音去分析各种各样的场景？而这些分析和这种假设是来自这样一群军事专家，这个让人很欣慰，就是美国很严肃的在对待来自中国的核威胁，很严肃的对待台海冲突，而这样的严肃其实是政府给了资金，学者们自由的、开放的、完全公开的一种讨论，它其实是希望能够提升大家对
不去进入战争的一种共识。这也是我今天聊了这么多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聊台湾危机，聊台海冲突，聊中国可能要打仗的这种危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降温的。那降温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真实的数据、开放的讨论自由的分享，而不是吆喝，不是秀肌肉，这个是会对所有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